還有謝歸墨的死。他对你一往情深，你怎么忍心？我的好妹妹，害死謝歸墨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謝歸墨这人心思縝密，唯独对你不設防。你送他的荷包，他從不离手，不然也不至于日日浸染毒藥，回京途中就毒發身亡。他死的时候心里都还念着你呢，拖着毒发的身体要給你放七書，你居然會認為他對我一往情深，愚蠢到如此地步，不知道金陽王謝歸墨看上你哪一點？竟然是我的荷包。2月前，沈儿收謝歸墨一個將軍王，連封家書都沒有，就讓我修個荷包送去。不，謝歸墨不會在乎這些的，他從來沒有給過我好臉色，怎麼會把我送他的荷包不離身呢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送他上路。是，皇后娘娘。我的好妹妹，谢歸墨本是来坏死不死，甚至姑娘怎麼坐起來了？頭還疼得厲害嗎？這是我的閨房，我不是已經死了嗎？宜兴，真的是你！夫人也真是的，大姑娘暈倒，她着急去扶，好歹也看着些，竟然把姑娘推撞到了柱子上。三姑娘燙傷時也沒見她這麼緊張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大姑娘才是她親生呢。等等，二太太撞倒我是發生在我替嫁的前一天，這樣的話，那就不止她和宜興還活着，父親、外祖父還有表哥都還活得好好的，甚至謝歸墨。姑娘，姑娘！姑娘，大姑娘醒了之後一直在哭。姑娘，大姑娘今日去大昭寺求籤，
說是3日之內嫁人，必定克夫守寡。姑娘，你和大姑娘關係要好，可千萬不能看到大姑娘跳进大火坑啊！前世我便是信了这个丫鬟的怂恿，给整姐下药，沈寒是病到下不来床，可我下药的事却被宣扬出去，鬧得人尽皆知。最後叶貴妃勃然大怒，讓我替長姐出嫁冲喜。奴婢有一主意，若是大姑娘突然病倒，上不了花轿，你当晋阳王府的人都是傻子吗？长姐今日還能去大昭寺，回來得知要給晋陽王世子沖洗，就病倒，上不了花轎。你不如讓我直接去晋陽王府退親，這樣還來得坦蕩。姑娘息怒，姑娘息怒，奴婢只是擔心大姑娘，奴婢以為姑娘甘願為了大姑娘背負幾句罵名。晉陽王世子病重，急需沖洗保命。長姐不願意嫁，大可以退婚，我卻偷偷摸摸給她下藥。明日晉陽王府的花轎接不了人，耽誤了給晉陽王世子沖洗。他要是沒事便罷了，萬一不幸身亡，你覺得晉陽王府和葉貴妃能輕饒得了我嗎？妍希，給我掌嘴，讓他好好長長記性，知道什麼話該說，什麼話不該說。姑娘息怒，奴婢知道錯了。不必替他求情，繼續。為了長姐不守寡，我上了花轎。原本我做好了守寡一輩子的準備，可誰知世子謝歸墨居然在初夏夜裡醒了，於是我就成了心機深沉、搶嫡姐親事的惡毒嫡母。我背地裡受了多少嘲諷奚落，我如何能信謝歸墨喜歡的是我？我重活一世，不會再輕信於人。這青蘭院裡除了豆蔻，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二太太的眼線。二太太捨不得自己親生女兒守寡，又不敢得罪晉陽王府和葉貴妃，才會算計我。現在豆蔻慫恿我不成，還挨了打，二太太肯定知道我的態度，那我便要晉陽王府退親。二姑娘不好了，大姑娘吐血暈倒了。怎麼回事？大姑娘吃了燕窩，突然吐血暈死過去。什麼？審清楚沒有？這丫頭嘴硬，不上刑不會說。奴婢說是二姑娘讓奴婢下藥的。好，是我讓你下的藥。姑娘明明打你嘴巴，就是要你別出這種餿主意。老夫人明鉴，奴婢與大姑娘無冤無仇，怎麼可能會害大姑娘？是二姑娘讓我這麼做的。她說她不想讓大姑娘明日嫁給親王世子沖喜，她害怕大姑娘會守寡。二夫人，
二姑娘，現在人證已死，你還有何話可說？二嬸兒，就這麼着急定我的罪？難道不是你指使的倒扣？我是不想讓长姐守寡，但如果我和長姐之間必須要有一個人經歷的話，二嬸覺得我有這麼大度嗎？泾陽王府的花轿明日一早就會上門，長姐又卧病不起，這冲喜的事情又不能耽擱，萬一逼我批假呢？我如果真的有为长姐犧牲的大度，大可以直接站出来，又何必下药？更何況是毒药，這萬一把長姐毒死了呢？你好了，下毒的丫鬟既然死了，此事先放下，去看看涵儿怎麼樣了。她明日就要出嫁，可有法子快點醒來？大姑娘的毒要昏睡3日才能解。长姐你，老夫告辞。哼，装混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宗老儿是怕客死是死啊，是啊，老夫人，大姑娘也是一片好心。胡说八道！明日必須上花轿，無論沖喜成與不成，泾陽王府不會虧待你。二太太，葉貴妃急召您入宮。葉貴妃，姑娘，快醒醒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叶貴妃讓您替嫁冲喜。怎麼還要我替嫁？侯爺叫上了夫人們，現在正在松鶴堂。隨我去看看。與泾陽王世子定親的是涵兒，為何突然換涵兒給他沖喜？是葉貴妃，她聽說二姑娘怕大姑娘守寡，給大姑娘下藥阻止她出嫁，很是生氣，問我有沒有這回事兒。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為了侯府和大姑娘的名聲着想，我就沒有替二姑娘解釋。可是沒想到葉貴妃這麼生氣，當時就以大昭寺求的籤不吉利為由，要趕二姑娘出嫁。好啊，果然是你在搗鬼。我不同意趕涵兒沖喜，明日依舊是涵兒出嫁。可是我都已經答應葉貴妃了。我平遠侯府嫁女兒，還輪不到葉貴妃做主。但是商議此事時，皇上也在場。若是明日花轎上坐的不是二姑娘，那我們平原侯府可就是欺君了。這事兒確實難辦。我自會向陛下請罪。父親，堂兒，父親，女兒午睡時夢見母親了。你母親說了什麼？母親說讓女兒替父親分憂。這親事可是皇上，女兒願意自己拿主意。父親沒有什麼事需要你幫着分憂。父親，女兒不願意因為這件事情和長姐之間生出嫌隙，我們姐妹之間有商有量，父親也不必為難。
就讓她们姐妹自己商量吧。二姑娘，大姑娘的丫鬟塞给你，你就接。奴婢这就送回去。放下吧，明知送不回去，何必白跑一趟？姑娘，你难道真的要替她嫁？嫁衣我会穿，但花轿我不会再上。这话听着好像姑娘上过晋阳王府的花轿似的，姑娘当真是被气糊涂了。沈堂心底若真有我这个长姐，会泼我一身茶水换事。可我送她嫁衣却又不退回来，不论怎样，明日我必不能出嫁。丹珠，备冷水。姑娘，你会染上风寒的。照做。是。准备沐浴。是。上有皇上和叶贵妃的旨意，我在卧病在床，他把父亲站到你这邊，這一局我倒要看看你怎麼破。以长姐的手段，又有叶贵妃撑腰，她肯定会想尽办法不讓自己出嫁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主动出手。李信，明日一早差人給我梳妝，就穿長姐送來的嫁衣。姑娘，您真要給大姑娘替嫁嗎？那可使不得啊。我自有打算，明日讓大家看個熱。老将，二夫人，哎，这怎么還不出來呀？我說什麼事兒啊？昨日在侯爺面前如此素談，我以為你還能翻個什麼條，最終我還是老老實實的替嫁。多虧了我去葉貴妃那，不然我的乖女兒就要做寡婦了。新娘子出來了，趕緊上花轎吧。二姑娘這是幹什麼？揭掉蓋頭，方便和晉陽王府的人說話。揭了蓋頭，方便和晉陽王府的人說話。沈二姑娘這是何意？是在等着沖喜，有什麼話想進了我王府大門再說不遲啊。今日平遠侯府不會有人上花轎，請回吧。你要拒嫁？什麼？這好的怎麼又不嫁了呀？哼！膽敢戲耍晉陽王府，可知後果？你是瘋了嗎？難道你要害了整個侯府？
不用提醒，我当然知道泾阳王府的权势。这次娶亲为的是冲喜，让花轿空着回去，是因为世子不需要冲喜。今晚必定醒来。你怎么能笃定世子就一定会醒？若世子不醒，侯府怎么办？那我沈棠就给他陪葬。沈二姑娘不惜拿自己的性命赌我家世子为事，可为何不愿上我泾阳王府的花轿？与你家世子有婚约的是我的长姐，要冲喜不管用，我会守寡，嫁了也就嫁了。可你家世子不会有事，那我们姐妹以後該如何相處呢？長姐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，我不能明知你家世子不會有事，還要搶他的婚事。世子眼下昏迷不醒，沈二姑娘三言兩語就要我們回去，王爺降罪，我們可擔待不起。既然這樣，这又是做什麼呀？這樣夠你們回去交差了嗎？夠了，夠了，回府！這我，姑娘，二姑娘，老夫人請您去一趟祠堂。姑娘，你都這樣了，我先扶你回去休息吧。老夫人那邊我去說。不，扶我去祠堂。可你還在流血啊。是二太太讓我去的。那你還要去？越是這樣，就越得去。祖母，你傷成這樣，怎麼還來祖母這兒？祖母，我知道今日巨駕讓泾陽王府的花轎空着回去，此等任性之舉惹惱祖母了。祖母怕丫鬟要晚來，我不敢不來。這本就是你惹的過錯。你若不想替你姐姐出嫁，可以直說，又沒有人逼你。但你不能因為你一個人不痛快，就讓整個平遠侯府跟着你遭殃吧。昨日二婶搬出葉貴妃和皇上，難道不是在逼我替嫁嗎？那這也不是你如此撒潑的理由。既然我敢拒絕，就有把握讓世子安然無恙。這沈棠到底在賣什麼關子？含兒大張似的牽上，說她嫁過去必成寡婦。她一個大門不出的閨中女子，能逆天改命不成？棠兒，你就這麼篤定世子不用沖洗也能醒來？祖母，桃兒昨夜夢見母親了。母親同桃兒說了很多話，她告訴桃兒，世子今日定會醒來，讓我不要替嫁，否則會生出很多禍端。夢裡的話你也信？我信的不是別人，而是我的母親，是即使不在世上，也會想辦法保護我的母親。你母親生前最疼你，你聽她的話也是應該的。那你應該先知會一聲，怎麼能擅自做主？當初逼我替嫁的時候，可有人同我商量過一句？那你想怎麼樣？我沒想怎樣。祖母，桃兒願意跪在列祖列宗面前，同母親一起祈禱泾陽王世子今日能夠醒來。如若世子不醒，桃兒願給世子陪葬。望祖母成全。你這又是何必呢？祖母，
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沒了母親，既然上天能讓我在夢裡再見到母親，我就想好好聽他的話。好，好，祖母答應你。这該死的沈棠，好名声都讓他賺了去，韓的計劃都打亂了。也罷，既然你這麼想死，不必跪了。爹，晋阳王世子醒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他不是晚上才醒吗？不必跪了，晋阳王世子醒了。什么？好啊，桃儿的母親灵驗了，還真醒了，真有這麼奇的事兒？既然世子醒了，桃兒，你快起來，快扶二姑娘回去。桃兒，桃兒，你可算醒了。父親，你呀，從前不見你這樣要強，聽說是因為你母親給你托夢。母親說世子今日會醒，若我替家，疑禍無窮。原本女兒也將信將疑，不敢拿平遠侯府去賭。可是這只是母親說的事情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，女兒更害怕其他的事情應驗，所以只能鋌而走險，拿自己的命去應驗了。你母親還說了什麼事？母親還說，大哥當年走掉不是意外，是二叔設計的。這怎麼可能？你二叔絕不會害自家人。父親，你信任二叔，是因為手足情深。那我和長姐呢？他不惜給自己下藥，推我這個親妹妹入火坑。你真的相信她是我的親姐姐嗎？你真的覺得母親說她生的是龍鳳胎，是得失心瘋了？母親說大哥還活着，就在京都。父親要是不相信，女兒就自己去找。母親托我轉告給父親，您的玉佩落在他墳牆。為父，這就去看看你母親。姑娘，奴婢刚剛看到侯爺走了，才敢進來。您不知道，您暈倒後，府裡都炸開鍋了。祖母那邊怎麼樣了？二太太被老夫人罵得狗血淋頭，侯爺還當眾質問老夫人，她不該讓您帶傷問話。姑娘，你猜大姑娘怎麼着？後悔沒給晉陽王世子沖鞋，後悔沒嫁給晉陽王世子。奴婢聽院子裡的小丫鬟說，大姑娘昨個泡了1個時辰的井水，真燒糊塗了。哼，真是個會找苦吃的。前几日上晚的時候，下去吧。姑娘，玉器鋪把那個琉璃燈當廢物扔了。姑娘別生氣，小夥計不懂事，奴婢這就找人去翻垃圾堆。不必了，一盞早就該扔了的燈，沒什麼好生氣的。
等我會上門提亲，我要與你白頭偕老。姑娘伤还没好，晚几日再给老夫人请安，老夫人也不会怪罪姑娘。快坐吧。大夫要你静养，怎么又来祖母这儿？一点小伤不碍事，让祖母担心了。家衣袖子都是血，人还没站起来又晕倒，这是小伤。细皮嫩肉的女儿家，手破点皮都要疼半天，更何况扎那么一簪子。老夫人，我刚去看过大姑娘了，这回她风寒真是可重了，这才病了2日，人就瘦了一大圈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您要是去瞧见了，肯定会心疼壞了。都怪我没有把事情办好，说好的要和长姐商议，长姐直接将嫁衣给我送了去。我担心她不相信母親托夢的事情，也担心那大昭寺的籤文应驗，不聽我的勸告，還會誤解我。想着如果拒嫁也一樣，便沒再去找長姐。要是我不省這個事情，長姐也不用為了不克晉陽王世子，狠心把自己泡在冷水裡，真病倒了。我怎麼沒有聽說他是這麼病？二嬸竟然不知，這府裡可都傳遍了。你們也不知道嗎？定是大昭寺那張籤文不好。若是那籤文上不寫會克夫，大姑娘斷然不會如此。這幾日我思前想後，越發覺得不對勁兒。這還沒沖喜，晉陽王世子就已經脫險了。按道理說，如果辦了喜事兒，添了喜氣，應該會更好才是。可偏大姑娘抄了這麼一支晦氣的籤，怕不是別有用心之人做了什麼手腳。老夫人，晉陽王府派人來退親了。啊！胡說什麼？誰讓你在這裡亂傳謠言？不是謠言，侯爺吩咐管事欽點聘禮，要退還給晉陽王府。去請侯爺過來。是。不必了。晉陽王府要退親，你怎麼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答應了呢？母親，你以為我能攔得住嗎？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。晉陽王府要退婚，我不爽快答應了，難道和晉陽王府撕破臉嗎？申韓拒婚時就該料到今日了。韓兒與晉陽王世子的定親玉佩是母親收着的吧？快拿來，我好退給人家。在韓兒那兒去取定親玉佩。是，去取。是。唉，可惜了這樁親事。唉，玉佩呢？玉佩碎了。什麼？孽障！退個親都這麼不體面，哪有一點大家閨秀的樣子？丟人現眼！空田姑娘，不好了！老夫人因為你弄碎玉佩的事大發雷霆，侯爺爺也很生氣，說大姑娘你這事做的不體面。他們都要體面，
那誰來照顧我的體面呢？那可是晋阳王世子，誰不想嫁？如果不是大昭寺的签文，如果我不用守寡，我做梦也想嫁呀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侯爷已经答应退婚了。丹珠，去取白灵来。啊？姑娘，你要白灵做什么？我岂能受此等退婚的侮辱？我要自尽。姑娘，大姑娘受不得退婚的屈辱，上吊寻死了。长姐上吊自尽了？没，她被丫鬟救了下来。当真没用，自尽都能被人拦下。不过也是，她只不过是耍手段给父亲施压，想保住这桩亲事罢了。当初死活不嫁的是大姑娘，现在寻死觅活不肯退亲的也是她，当真是没脸没皮到极点了。你呀，好了，我们不聊她了。可是姑娘不去看看大姑娘吗？我去看她，给她扶凳子吗？啊？祖母，您没事吧？老了，夜里多想了些事，失眠到后半夜。快坐下吧。祖母可是有烦心事。老夫人，大姑娘来了。祖母，寒儿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是孩儿不懂事，让祖母生气了。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你养好身子要紧。快坐下吧。二妹妹这几日都没去看我，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怎么会？我怎么会和长姐一般见识？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原谅我，但是我还是想替自己辩解两句。我确實怕守寡，給自己下了藥，但我沒有指使豆蔻栽贓你。你是我嫡親的妹妹，我自己都不願意跳的火坑，又怎麼會推你去跳？我知道長姐不會這麼對我，那嫁衣一定是丫鬟擅自做主給我送過去的。那嫁衣一定是丫鬟擅自做主給我送過去的。都少說兩句。老夫人，寿王府送来春日宴请帖，邀府上姑娘們去赴宴。是。京都各府对寿王府舉辦的春日宴都極為上心，繡坊給他們也做了裙裳，不如讓幾位姑娘出府，再去挑幾件首飾，也正好陪寒兒出府散散心。也好，你們姐妹在府裡鬧騰了幾句也就算了，出了府要謹記自己的身份，別讓別人笑話平遠侯府姐妹不和。謹遵祖母教誨。壽王府春日宴世子千金雲集，如果我猜測不錯的話，大哥應該也會來吧。咦，這死人臉怎麼在這兒？前一世我和他夫妻4年，他只會打打殺殺，
從不參加這樣的宴會，可如今又是這副欠了他的眼神。这世上竟還有姑娘敢瞪你，沈家二小姐確實有點意思啊！哎呀，沈棠呀，你没事瞎瞪啥呀？謝归墨这一事又沒有招人，你這樣會給自己惹來禍患的。你站在謝歸墨的角度想想，出府狩獵為救二皇子中毒差點無命，沖喜花轎雲門被人拒嫁，親事被退了，家裡逼着來寿王府參加春日宴，哪有好心情才怪啊！臉色不好看，又不是針對你的。哼，唉。哎，对了，张姐呢？哎，对了，张姐呢？你走那么快做什麼？长姐碰到晋阳王世子不覺得難堪，我做不到，只能避着了。哼！啊，这院子好美啊，现在好多了。你看那花，回頭去府裡坐坐。一定一定，我們坐這兒。這個也是名不平常啊。沈大姑娘怎麼清瘦了？莫不是被退婚的緣故？郡主何故明知故問？沈二姑娘給自己長姐下藥，讓她上不了晉王府的花轎，最後被退婚，倒是一點不見愧疚。二妹妹給我下藥，是怕我出嫁守寡，並非為了搶我的心事，我自然是不會怪她的。是啊，我們姐妹倆的感情啊，可好得很啊。既然你們聊得這麼投機，我就不打擾了。也不知道大哥到底在哪。跑這麼遠，叫我好找啊？沒人叫你找我。我是來向你賠禮道歉的。我知道你不願我這麼說。今兒太陽是打西邊出來的嗎？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的氣，但是我希望你能以平遠侯府為重。我被晉陽王世子退婚，不止影響我，還影響你，影響府裡其他的妹妹，甚至是父親。直接說吧，你找我想做什麼？晉陽王世子今日也來壽王府了，你去找他賠禮道歉，就說當然是你給我下藥，我才沒法給他沖喜，我和他的親事不能就這麼退了。你給自己下藥，再想給我還不夠，還想讓我去給晉陽王世子賠禮道歉？祖母不會做這樣無恥之事，我也沒這麼好忽悠。你再敢多說半個字，我就告訴父親。啊，誰在那兒？我說我不是故意偷聽的，你信嗎？我說我不是故意偷聽的，你信嗎？
我知道宣义侯世子并非有意偷听之人，也知道宣义侯世子与晋阳王世子不是親兄弟，卻勝似親兄弟。但能不能不要把方才聽到的告訴晉陽王世子？遲了。什麼遲了？沈二姑娘放心，今日之事我不會跟晉陽王世子提半次。如此，多謝了。哎，你明知道你長姐陷害你，也知道晉陽王世子不會死，但是你為什麼寧願給他陪葬，也不願嫁給他？這家伙怎麼刨根問底啊？我不願背負搶嫡姐妻室的罵名。再者，宣義侯世子不覺得晉陽王世子那張臉生得太過招搖了嗎？確實如此。我怕嫁給他，日後免不了要處理一些鶯鶯燕燕。再說，他也不需要真的沖喜。聽見了嗎？人家說啊，你這張臉長得太招搖了。這麼拙劣的借口，你也信？我倒覺得人家說的沒錯。諸位公子小姐，若想展示才藝，可將姓名節目寫於木籤，稍後由王府抽籤決定順序，勝者可得頭彩東珠一枚。张姐还是这般爱出风头。平遠歐陽公子賦詩一首。子曰：橘生淮南則為橘，生於淮北則為枳，業徒相似，其實味不同，縱其然者何？水土異也，人何？平遠趙府趙蘭芝獻舞一曲。哎，你說這沈二姑娘故意不跟我們晉陽王世子殿下對視，怎麼？是怕對上了眼，又上演了拒婚的戲碼呀？啊？你最好把嘴給我閉上，不然讓你嘗一嘗在戰場上閉嘴的手段。周媽媽說，大哥小時候眉眼生得很像父親，長大應該也很像才是，難不成已經定親了？平遠侯府沈大姑娘舞劍。我写的分明是抚琴，怎么會變成舞劍？沈寒最擅長的是彈琴，跳舞都不算特別出彩，更別提舞劍了。莫不是……哼！哎，大姑娘，小心呐！世子，我……沈大姑娘若是身體不適的話，不如回府休養。哎呀，怎麼這麼不小心呢？腳傷得重不重啊？對不起，掃了大家的興。只是我腳扭傷，沒法舞劍了。不過我二妹妹舞劍不在我之下，不如讓她替我舞劍吧。別人算計你沈寒，你怕丟臉就把我推出去，就因為之前沒順着你的意思去給謝歸墨道歉。也好，那就讓沈二小姐代替沈大小姐舞劍吧。二妹妹可別給我們侯府丟臉。放心，我一定給你長足臉。
這會舞剑的姑娘本来就少，舞得好的就更少了，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？也不知这二姑娘水平如何，竟真敢接下这等差事，有好戏看了。不可能啊！我们从小一起读书识字，一起练琴跳舞，这沈桃是什么时候背着我把戏练得这么好的？真好啊！哎呦，哇，走走。这件事，但是怎么感觉这件事跟你的剑势那么相似？这哪里是舞剑啊？这分明就是战场杀敌呀！还行。哇，真好啊！哎呦，哇！我还是第一次见这姑娘把剑舞得这么轻柔，还带一些杀气的，的確不錯。王妃谬讚，和長姐比，我還差得遠。是嗎？比沈二姑娘舞得還要好。本王妃很難想象得好到什麼程度了。今日啊，可惜無緣得見了。總有機會能見到的。你說是吧，姐姐？他是不是認出我了？歸秀族彩頭，歸平遠侯府沈二姑娘沈棠。管家，完了，这风头出大了。这日宴邀請的是未定親的大家閨秀和世家少爺參加，每年拿到彩頭的姑娘，那府上門檻是要被踏破的。若不是被長姐推出去，我沒想到出風頭嫁人啊！哎呀！二妹妹藏得可真深啊！我是爱舞剑，长姐不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嗎？不然怎麼會毫不猶豫地把我推出去帶你舞劍啊？希望沒人看上我，不然祖母和父親給我定親，我還得想辦法退婚。祖母，這是壽王府的彩頭，獻給您。你有如此孝心，祖母就心滿意足了，自己收好。老夫人，二姑娘孝心難得，你應該收下。
平常堂兒不顯山露水，没想到在春日宴一鸣惊人。我的才艺远比不上长姐，若不是长姐把脚崴了，哪还轮得到我来出风头？伤得重不重啊？不碍事。原本计划明日你们姐妹二人去大昭寺祭拜，为你们母亲祈福。这脚崴了，还能去吗？去大昭寺也不急于这3、2日，等伤好了再去也不迟。母亲生前就不喜欢我，若是因为崴脚去不成大昭寺，母亲地下有知，定会对我更加不满。哪有当娘的不心疼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？你母亲是病了才会如此，祖母这些年也不该拦着你，不让你去祭拜你母亲。去梳妆台把碧玉镯拿来。是。堂儿，这只镯子原本是给你母親的，可惜她去得早。既然她多次給你托夢，你又給平遠侯府掙了面子，這個鐲子給你戴正好。過來，祖母給你戴上。多謝祖母。这原本都是我的。姑娘，大姑娘根本沒崴腳，在院裡練劍呢，氣得劈爛了10幾盆花。沈寒，這才剛開始呢。沈棠，你給我等着！你可知道，你的长姐巴不得你快點死。沈大姑娘果然不甘心就這樣被泾陽王府退婚。昌平侯世子為何要幫我？本世子從不無緣無故幫人。什麼條件？林杏，小姐，這地方有些吵呢，我們去找個清靜的地方歇會。好，小姐。這裡清冷，姑娘別凍着了。馬車離得不遠，奴婢去給姑娘拿件披風來。快去快回。有沒有看到銀杏？半盞茶的功夫之前，我看到銀杏往那邊去了。哦，怎麼去那邊了？银杏，银杏，銀杏！昌平侯世子要是對我有意，大可以上門提親，這是做什麼？哎，本世子只是想要你，可沒說想要娶你。本世子只是想要你，可沒說想要娶你。
本世子還真没见性子这么烈的姑娘。只是可惜啊，沈二姑娘为了所謂的姐妹之情，拒嫁靖阳王府。殊不知你的长姐为了靖阳王世子妃之位，将你卖给了我。啥？刚才果然没有谋划什么好东西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谁你？没事了。我要与你白头偕老。是你，没死啊？谁跟你说我死了？你昨天不是还在找我？我没找你。没找？那昨日你在寿王府左顾右盼其他世子，你在找谁啊？昨天我在找大哥，的確四處打量，可他怎麼知道的？你也在寿王府？你究竟是誰？不给看就算了，你快松开我！我不是不给你看，我是怕吓到你。不看就不看，找什麼借口？我不是什麼膽小的人。確實，在京城之內找不出第二個膽量大的。靖王府的花轎都已經上門了，竟然讓他空着回去。靖王府權勢赫赫，靖王那張臉也是無人能及。你為什麼不願意嫁給他？啊？我還想嫁給你呢。如果我嫁給靖陽王世子，你還怎麼娶我？姑娘，银杏，你醒了，快起来！奴婢回去拿披風，回來時小丫鬟告訴奴婢，姑娘來這邊了，奴婢就找過來，走得好好的，突然脖子一疼，人就暈倒了。姑娘，咱們還是趕緊走吧。昌平侯世子從這山崖摔下去，未必會摔死。到時候昌平侯府來這看到了玉佩，人家為我才打的昌平侯世子，我不能把這麼明顯的證據留給昌平侯府。可真不想跟這個人才發生聯繫了。这昌平侯世子真是成事不足。妹妹跑哪儿去了？叫人好找。我去哪儿？你不知道？多謝張姐關心，下次一定帶你一起。撿了玉佩，可就是我的共犯了。
二太太在门口，总不能是在等我们吧？是刚送了礼部尚书夫人离開。她来做什麼？昨日春日宴，她對二姑娘讚不絕口，今日特來提親。真是怕什麼來什麼。那祖母同意了嗎？沒同意，但也沒拒絕，說是先問過侯爺的意思。走吧。祖母，您不能随便把我嫁出去。你這麼早就回來了？祖母，祖母不會隨便給你嫁出去的。這禮部尚書的公子不錯。母親托夢說了，讓我年滿18才能嫁人。及笄半年了，定個親，半年無妨。那若母親的意思是我年滿18才能許人呢？可以晚半載出閣，但是親事必須盡早定下。雖說一家有女百家求，可是好男兒那是要搶的。長幼有序，得等長姐出嫁了，才輪得到我嫁。姑娘，老太太，礼部尚書府的方大少爺金馬落水了。什麼？这方少爺這麼倒霉的嗎？哼！喲，随兒回來了。方才禮部尚書過來退了婚書。這禮部尚書家剛提親，就金馬落河，這事也着實晦氣。算了，這飯也不用吃了。府裡下人都在議論姑娘要年滿18才能嫁人的事兒，二太太下了封口令，不讓議論，還打了2個碎嘴的丫鬟。二太太還是很關心姑娘的。他哪裡是在關心我，他是害怕我牽連到長姐。你忘了長姐上次泡涼水讓自己得風寒的事兒啊？像這樣捕風捉影的事情，越壓着反倒會傳得越開。我是不怕沒人娶，可這一胎雙生的命數，長姐怕是要受着了。走，我們去給祖母請安。昌平侯世子在大昭寺被人打了，什麼人這麼膽大，敢打葉貴妃家的娘家侄兒？誰在大昭寺被人打了？昨個昌平侯世子不知道被誰踹下了山坡，昌平侯府的下人們滿大昭寺的找到了傍晚，才把暈倒在山坡下的昌平侯世子找到。聽說這昌平侯世子摔得頭破血流的，到現在都還沒醒呢。這昌平侯世子可是昌平侯府的獨子，被人傷成這樣，昌平侯府就算把京都翻個底朝天，也會把人找出來的。原來如此，怎麼說昌平侯世子讓到手的鴨子飛了？原來壓根就沒見到，就被人打了。老夫人，侯爺來了。唐也在啊。這個時辰怎麼來我這兒了？母親，方才下早朝，文國公拉着我說話，想替自己的嫡次子求娶唐案，
文三公子我之前见过，模样品性都不错。我回来啊，与母亲商议一下，把他的亲事定下来。怎么又是定亲啊？父亲，您可别害了人家文三少爷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母親叮囑过女兒，18歲之前不得嫁人。昨兒個禮部尚書夫人來上門提親，那方大少爺就出事了。女兒擔心文三少爺也會。這京都一天不知道會有多少人遭意外，哪有往自己身上攬晦氣？我平遠侯府又沒許婚，方大少爺只是落水，又沒什麼大礙。文國公為人正直，你對文三少又讚不絕口，你想把堂兒許給他，我沒有意見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文國公出事了。文國公怎麼了？文國公下早朝回去的路上，這抬轎的小厮不知怎的摔了一跤，文國公直接從軟轎裡跌了出去，還摔傷了胳膊。孩兒定親時可沒這麼多晦氣事。祖母、父親、母親都叮囑過女兒18歲之前不要嫁人了，不如讓我多陪陪你們啊！我還要公務，先走了。堂兒也先回去了。姑娘別氣壞了，奴婢這就去給你找大夫。哎，我氣什麼呀？我高興還來不及呢。可外頭都在說您克夫啊。再說，我就把你嫁出去。奴婢才不要嫁人，奴婢要永遠跟着姑娘。我也不想嫁人。是來找我的，你快出去守門，別讓人進來。噓。你知不知道人嚇人是會嚇死人的？那我下次不敲窗戶，我直接進來。喏，隨身攜帶的玉佩都能丟，活到現在算你命大。你是故意的？還不算太笨。你又突然來找我做什麼？我不是不來找你，是春日宴之後有急事離京了。不過好在回來的時候，你還沒有許給別人。所以前世是因為我嫁給了謝歸墨，所以他才沒來找我嗎？不生氣了？跟我解釋這麼多做什麼？我說過我會娶你，就絕對不會食言的。娶我？現在滿大街都在傳我克夫，你沒聽說？克他們的不是你，是我。哦？等等，方大少爺金馬落水，文國公摔傷，都是你幹的？不是我，還能是誰啊？那算我欠你一個人情。人情？如果這個都要算人情的話，那你打算怎麼報答我？我現在還沒有想好，總有一天會還上的。是嗎？比如？昌平侯府背後的人是葉貴妃，你查昌平侯府的時候要小心一點。你在擔心我？你在外頭嗎？誰在裡頭伺候姑娘？你在外頭嗎？誰在裡頭伺候姑娘？是老夫人的丫鬟。你快走！我會回來的。哎呀，
走啊！姑娘，姑娘，怎么不让丫鬟伺候？哦，先一进场。好饭不怕晚。夫人既然给姑娘托梦，让姑娘满18再嫁，那到时候姑娘嫁的必須是天底下最好的男子。不打擾姑娘清靜了，秋桐還要去伺候老夫人。姑娘，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是谁啊？他救过我2次。昨日在大昭寺，要不是他，我可能就被大姑娘卖給昌平侯世子了。還有，大姑娘她並不是我的長姐，她是二太太親生。滚出去！哎呀，好了，別生氣了。現在外頭都是我克夫，都怪沈棠。別氣壞了身子，你和他又不是一同出生的，八字不同。就算二姑娘她克夫，你也不會克的。我要他身敗名裂。姑娘，那不是李大姑娘他们吗？哟，这不是克夫的沈二小姐吗？怎敢来湖邊？莫不是怕水也犯了忌諱？聽說禮部文國公府接連出事，沈二姑娘八字可真金貴。李大姑娘這話說的可真有意思啊！若八字真有如此神力，我倒想問問，這李姑娘最近是否諸事不順啊？畢竟同我多說了幾句話，讓我衝撞了你這金貴的命格，可如何是好？還是說李姑娘也想試試和我沾上關係後，下一個倒霉的會是誰啊？你別胡說！我只是開個玩笑啊，倒是長姐。因我一胎而生，按理說這命格也差不到哪去。如今我被傳克夫，姐姐怕不是也要擔一些名聲，別到時候求親的人都被嚇跑了，耽誤自己的終身大事。你，姑娘，不好了，沈二姑娘落水了，快來人吶！也不知道你這出宮一趟在外經歷了些什麼，這臉臭物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被哪家姑娘始亂終棄了。別找打啊！不好了，沈二姑娘落水了！哎，姑娘，这邊！你母親竟然下去救人了，把人踹下去，倒像是她會做的，下湖救人。我去，那怎麼還有一個？看我這邊！我這邊有！姑娘，這邊！没事。这女人什麼時候會的符水？哎，在水裡泡着好玩嗎？哎呦，我看你這是遇到克星了，沒想到人家沈二姑娘這麼個大家閨秀，竟然會符水。姑娘，
奴婢叫人準備了姜湯。我方才聽到有人跳水救人，是誰啊？一個是夜宿青樓的王大少爺。啊？那另一個呢？是靖陽王世子。啊？謝归墨救人？这人性子怎么突然变这么好啊？我的好妹妹，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？你我同进同出，我瞒你什么呀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符水？我要是说我刚在湖里学会的，你信吗？这么好骗，不信算了。啊，祖母，这好端端的初府怎么会落水呢？请大夫了没有？已经差人去请大夫了。好，快扶姑娘回去。这天气落水，少不了要受寒吃苦头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和妹妹在湖边看河，这李大姑娘不知道怎么的就往前扑过去，把二妹妹推下了湖。二妹妹慌乱之心，把李大姑娘也给拽了下去。这二姑娘什么时候学会的符水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会符水是好事，要不会符水，十有八九要被那王大公子所救。还没有成亲，房里就有好几个通房，还素柳棉花。別說沈棠是我平遠侯府嫡女了，哪怕是庶女，我也不同意她嫁給王大公子。剛剛說靖陽王世子也下水救人了。可惜了，明明有2次成為靖陽王世子妃的機會，都錯過了。不知道靖陽王世子有沒有受寒？他是不會受寒的。姑娘怎麼知道？一個屋檐下住了3年，我能不知道嗎？平日冬天他都洗冷水澡，習武之人哪有那麼容易受寒？可是王大少爺也習武啊。哦，奴婢知道，王大少爺學武不精。不過是落個水而已，怎麼會病得這麼重？你知不知道這個天湖水很冷的？那誰讓你落水的？這是我願意掉的嗎？你怎麼會符水的？我會符水不好嗎？好，非常好。誰教你的？那肯定不能告訴他是前世靖陽王世子教的，可能天生就會的吧。你找我到底什麼事兒？找你什麼事兒？我沒什麼事，就不能來找你啊？你要不要聽聽自己在說什麼？這裡是我的閨房，是男人能隨便進的嗎？有事都不能來，何況是沒事。頭疼啊？平遠侯府給你找的什麼庸醫？都2天了還沒好。姑娘，老夫人來看你了。我先走了，回頭再來找你。你能不能別來了？爺，
爷，属下方才在平远侯府私下轉了轉，無意間聽見沈大姑娘和沈二太太說話。說什麼了？沈大姑娘為了破除克夫的流言，要把沈二姑娘嫁給王大少爺。昨日落水就是她唆使李大姑娘幹的，先是為了自己不守寡，推自己妹妹出來替嫁，又為了自己的名聲，把自己親生妹妹嫁給王家大少爺那樣的人，為了目的不擇手段。一想到爺竟然陰差陽錯和這樣蛇蠍心腸的女人有了半年的婚約，這簡直是對爺的侮辱啊！你說當初沈二姑娘為什麼就死活不上花轎呢？不上花轎就算了，還不給爺機會救她。唉，晉陽王府和平遠侯府先是定了親，又把親給退了，爺想娶沈二姑娘簡直比登天還難，這不扯上瓜葛，怎麼把人娶回去啊？派个人護着他，有任何事情給我稟報。是。姑娘这藥都喝了3天了，怎麼病還不見好？得換個大夫瞧瞧。誰煎的藥？藥是四兒在回廊上煎的，一直盯着，應該沒人動手腳。李初府派人查查那藥。可守門婆子是二太太的人，奴婢帶東西出去會被查。連丫鬟出府都受阻，這侯府當真可行。主子命属下護衛姑娘，有事儘管吩咐。你是晉王世子的人？姑娘何以見得？前世我也只見過武三那麼一回，因為救了我，所以記得深刻，以為是奉謝歸墨的命保護我的。謝謝你派人暗中保護我。你覺得我會派人保護你嗎？現在想起來，或許是神秘男子在保護我。幫我查下這藥。屬下即刻去辦。這麼快？病還沒好，下什麼床？我還以為是武三。藥裡被人加了大寒之物，藥效已失。果然如此，二房母女當真狠毒。之後再有什麼事情啊，直接使喚武三就行。也殺了我這個然後這哎，等等。何事？多謝你護我。一句謝謝可不夠。那你要什麼？等到你病好了，我自然會來討要的。不說要什麼，到時候我拿什麼給啊？哼！沈二姑娘有何吩咐？
姑娘，宫裡的太医来给你把脉。怎么是赵太医？前一世，谢归墨胸闷气短，脾气暴躁，我怕他病了，讓臣妾請太医。臣妾请來的就是趙太醫。王爺不用開藥，縱慾幾天就沒事了。縱慾？難怪要請我來了。按這個藥方抓藥。沒想到侯爺把趙太醫請來給二姑娘求病了。這些日子老夫人頭也有些昏沉，還請趙太醫再耽擱些時間，去給我家老夫人瞧瞧。請。是父親請趙太醫來的嗎？奴婢也不知道，侯爺沒讓人拿帖子去請太醫啊。趙太醫是自己來的。这是一樣是二姑娘吃下這個藥。趙太醫為什麼要開2副藥方？那幾包藥裡加的大寒藥，久服會讓女子無法孕育子嗣，也是不放心。再讓趙太醫再來一趟，不直接開方子，是趙太醫覺得二姑娘已經被傳克夫，說親困難了，再傳出點流言來會更難，就只好給二姑娘開了治傷寒的方子。給自己下藥栽贓姑娘，把姑娘賣給昌平侯世子，還要用毀姑娘清譽的方式把姑娘嫁給王大少爺，現在又在姑娘的藥裡動手腳，要姑娘一輩子生不了孩子。姑娘上輩子是刨了他們的祖墳嗎？要這麼害他家姑娘？二姑娘交代的事，屬下已經辦妥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二侯爺、二夫人還有大姑娘3人不知怎的，突然上圖下信，懷疑是大廚房的飯菜出了問題。武三幹得好，這瀉藥只是開始，接下來我要斷了你們的財路。侯爺，二姑娘來了。她兒子來了，讓她進來吧。是。女兒，這是怎麼了？父親，女兒沒事，就是最近手頭有點緊，想問父親借100兩。不過100兩，就把我女兒委屈成這個樣子，和我這個父親要些銀子，還說是借。女兒只要100兩就夠了。這是父親給你的，以後沒錢了，告訴父親啊。父親又不止我這一個女兒，給了我不給長姐，就是父親您偏心了，祖母是不會允許父親您這般縱容女兒的。多謝父親。跟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。是。怎麼這麼快回來了？二姑娘向侯爺借了100兩，出了侯府後去了珍寶閣，花了95兩重新買了幾樣補品，隨後把二夫人給她準備的這些
都丢了。把它打开。这希尔夫人准备的补品是带去谁府上的？二姑娘是要去江家。好你个王氏！平时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，如今竟然敢把算盘打到侯府脸面上来，再不治治他，简直要无法无天了。还有一件事要禀告侯爷。还有什么事？二小姐被跟踪了。跟着唐儿？对方武功不在我知晓，对二姑娘应该没有恶意，被我发现后也没有离开，说是奉命保护二姑娘，从侯府跟去了珍宝阁，又从珍宝阁跟到了江家。奉命保护女儿？奉誰的命？暗中保護你的人是什麼人？父親可曾聽說前些天昌平侯世子在大昭寺被人踹下山坡的事情？為何突然提到昌平侯世子？這昌平侯世子那日在大昭寺意圖想非禮女兒，幸虧女兒福大命大，被人給救了。救我之人半年前在花燈會上就已經救過女兒一次了。他覺得女兒容易出事，就派了人在侯府護衛女兒。這些事你怎麼沒告訴我呀？父親平常就忙，女兒又無事，就沒有告訴父親。既然他2次救了你，又想娶你，為何不直接上門提親呢？他是說過要娶我，但父親是怎麼知道的？被平远侯發現了。是。沒有你誰的人？問了。那你怎麼說的？屬下告訴平遠侯府的人，說爺的身份沒有爺的准許，不能隨便暴露，但爺肯定會上門求娶沈二姑娘的。然後呢？剛剛屬下護衛沈二姑娘回平遠侯府，平遠侯把沈二姑娘拉進書房問話，不知道說了什麼。沈二姑娘出來後，平遠侯府的人讓屬下轉告爺您，讓爺您明日去府上提親。爺才退婚沈大姑娘，明日上門提親，那不得被打出來？如果我不去呢？那恐怕再沒有機會了。你又來做什麼？我這次來是有事找你。什麼事情啊？我來問問我岳父大人的喜好。你岳父大人的喜好，我怎麼能知道？平遠侯，你爹，我的準岳父大人。誰是你岳父大人？你快走，以後不許再來了。啊，我可不能走啊！人家可是讓我明日就上門提親的。誰讓你上門提親？你爹啊！既然已經決定要上門提親，我不能空着手過來吧？我總得投。不許你上門提親！不許我上門提親？怎麼？你還要嫁給別人？難道你還想嫁給別人？我沒想過要嫁給誰，我只是不想嫁人。
你確定不看看我什麼模樣，就這麼直接拒絕我？你再好看，能好看得過泾阳王世子去？怎么不说話啦？確實好看不過。是你還挺實誠。可是我長得也不比他差呀。怎麼？不信啊？不信的話，我把面具摘了給你瞧瞧。你不用摘了，我信你。我又不會嫁給你，還是不好奇的好。祝你找到一個合心意的女子，攜手一生。你，我看你是想活活氣死我是吧？你，大白天的，把門關這麼嚴是做什麼？你快放開我！從我決定娶你那一刻起，你就休想會放開你。你的眼眸充滿了世界，二妹妹，大白天的锁門，和丫鬟在屋裡鬼祟什麼？長姐可以猜得大膽一點，我在和男人私會。說這種話，你不要其餘，我還要呢。長姐找我何事？你竟然向父親告狀，連累祖母被數落，連二嬸都被祖母發去佛堂抄家規。長姐過來是給二嬸鳴不平的。我知道二嬸這事兒做得不對，但二嬸也是為了父親，為了咱們平遠侯府。當初要不是江家照顧不周，大哥也不會在花燈會上走失，母親也不會鬱鬱寡歡，含恨而終，我們也不會從小就沒了你啊。二嬸是不希望我們和江家走太近。長姐慎言，這話讓我聽到了也就算了，這要是傳到祖母的耳中，沒的還以為你說他和父親不識好歹，二嬸替他們鳴不平，還要被罰去抄家規。我知道二妹妹一向任性，但你應該明白，大哥走失至今杳無音信，父親膝下連個庶子都沒有。要是大哥找不回來，將來繼承平遠侯府，可就是二房。你這般得罪二嬸，對你沒好處。這侯府的爵位還沒有落在二嬸手中，二嬸他就敢這般欺負我，我還敢指望將來我嫁人了，二嬸能替我鳴不平？我們是親姐妹，是這世上最親的人，我一心為了你好，你卻誤會我向着二嬸，我也不勸你了，希望你將來不要後悔。銀杏，送客。是，不用你送，我自己会走。侯爷都讓他上門提親了，姑娘為何不願意嫁給他呀？他是不會真的來提親的。為什麼不會？他要來提親早就來了，何必要等到今日？而且是父親讓他來提親的，就等於就說是同意了。如果他明日來，這個時辰應該是在府裡準備賀禮，而不是來找我。他過來是想讓我反對。奴婢想不明白。我也想不明白。给娘请安。下朝的时候，听大哥說，今兒個不去軍營了，府裡有事兒，娘不知道是什麼事兒啊。不會父親要在府裡等人上門提親吧？府裡能有什麼事？你沒問你大哥嗎？我問了，大哥剛要說的時候，皇上派人就把大哥叫回書房去了，我就先回來了。府裡有什麼事啊？已經沒事了，以後啊，如果有人上門求娶堂兒，一律回絕了。你給堂兒定親了？
算是定了一半了吧？啊，大哥，定亲就定亲，哪有定一半之说的？定还是没定啊？许的谁家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是要急死我吗？不是不说，是真不知道。我也想看看今儿是谁上门求娶堂儿啊？结果下朝，我都快出宫了。皇上将我叫进去，说有人托他告我一声，他无法来咱们这个府上提亲，说得过些日子才能来，怕我這個準岳父生氣，不嫁女兒，才托皇上轉話。你說這托皇上轉話，這得是什麼人求娶堂兒？二妹妹知道這人是誰吧？堂兒，就別瞞父親了，那人到底是誰呀？女兒沒有騙父親，女兒是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誰。他每次都戴着面具，女兒至今都沒有見過他的模樣。昨天就應該讓他把面具摘了。算了，總會知道他是誰的。但願他不讓為父等太久。姑娘怎麼突然有興致繡荷包了呀？還不是那個混蛋，突然讓我給他繡個荷包，好歹他也救過我2次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絕。當是你匆匆忙忙的，怎麼了？哦，上次推您下水的永寧伯府李大姑娘托我轉交給您這張紙條。想知道誰慫恿我推你落水，就來飛燕園西南講。他這是良心發現告訴我真相了，還是說他不想被沈寒搭上一輩子，想看我們姐妹相爭？閒着也是閒着，去看看吧。哎呀，快死了！天哪，我這是撞到了什麼？這不是影響嗎？是我。真是大膽，居然敢明目張膽地勾引本世子，出嫁前還給王大少爺戴頂綠帽子，你不怕他吃了你？不會讓他碰我的。好，昌平王世子和李大姑娘他們搞一塊了，為什麼讓我聽到這些啊？以後本世子啊，就多多寵你。可惜了，沈二姑娘沒有來。我會娶你的。在說什麼胡話？你前世不是坐懷不亂嗎？哼，我有喜歡的人了。有喜歡的人？是誰？他……我已經定親了。定親？你管那麼多？不信的話，你可以去問皇上。這麼小的事情，我怎麼好去問皇上啊？還是說
你在骗我？我是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没有骗你。连是谁都不知道，这也算定亲了？你就不怕自己嫁了个醜八怪啊？不管他長什麼模樣，我都會喜歡。這樣回答滿意嗎？滿意了。這樣回答滿意嗎？滿意了。我的丫鬟和阿魏呢？姑娘，姑娘，晋阳王世子沒欺負姑娘您吧？你呢？晋陽王世子那個護衛就是那個叫陳七的，把奴婢打暈了。啊？哎呀，武三呢？世子妃找屬下。什麼世子妃啊？能不能別亂叫？屬下改口，爺會不高興的。這麼說，戴面具那男子也是那個世子？算了，把你們主子叫過來，我要見他。啊！剛才你們見過呀？怎麼，你們主子就這麼害怕我知道他是誰？這麼見不得人嗎？哼！也讓屬下轉告沈二姑娘，10日後的花燈會上，她會告訴你，她是誰。又是拖延。告訴你家主子，我再信他最後一回。哼！姑娘，那咱這荷包還秀嗎？秀，今天不睡覺也得秀。省得他說我言而無信。武三，你也在這裡給我等着。我。給你家主子送過去。可這個時辰也早就睡了吧？是。哎，大晚上的怎麼回來了？爺呢？在沖冷水澡。白天和世子妃聽了一場活春宮，能理解的。這是沈二姑娘給爺的香包。我先替爺收起來，省得再沖第3回。放下。他還說了什麼？沈二姑娘說再信爺最後一次了。看來真的是最後一回了。這一步總是要邁出去的，不邁出去，怎麼知道你為何總躲着我？都是貴重物品，都給我小心一點兒。是。哎呀！啊！這不是我娘家的嗎？怎麼會在這裡？你走路沒長眼睛嗎？這可是前朝周大師的畫，把你賣了，你也賠不起。
這是在做什麼？大姑娘吩咐我们把这些物件拿出来装裱装裱。沈儿，他又在搞什么？来，快点快点！姑娘，听说是大姑娘给李大姑娘成亲的天妆。哼，什么天妆？就是上次沈寒害我不成，把李大姑娘赔给了王大公子，沈寒给的补偿。只是不知道他竟打上了我娘嫁妆的主意。一幅畫可消不了永寧伯府的怒氣，誰知道還給他們拿了走多少東西？不能讓他們再這樣在府裡胡作非為了。哼！唐兒，這是怎麼了？女兒找父親有事。进去說吧。誰又给你委屈受了？父親可還記得母親的陪嫁裡有一幅九峰血跡圖？是你母親最喜歡的那幅。我叫人開庫房拿給你。他已經不在庫裡了。什麼？我知道父親不相信有人敢偷拿母親的陪嫁，不信的話，父親可以叫人偷偷打開庫房，看看那幅畫在不在。之前母親托夢之時，父親可能不信，我也沒有別的證據，但這回不一樣，庫房裡要麼找不到那幅畫，要麼被人拿贗品偷梁換柱。二人，侯爺，去庫房取九峰血跡圖。是。讓侯爺久等了。哼！我落水之後，可有人進過庫房？二太太的人進去過一回，不知道大姑娘什麼時候出閣。之前二房送的那個陪嫁，想先拿回去，等您出嫁的時候再重新給回來，就打開庫房。二房的人找東西的時候，我還找人陪着，按說應該不會。父親，我要是說那幅畫被二嬸拿去補償給永寧伯府大姑娘，父親信嗎？你二嬸為什麼要補償永寧伯府大姑娘？空口無憑，要說服父親就更不容易了，更別說讓二嬸當面認罪。還請父親借我1萬兩，我想把母親的陪嫁給換回來。拿1萬兩給唐兒。是。不必給我，有勞李管事明日去一趟永寧伯府，把母親的陪嫁給換回來。是。等母親的陪嫁拿回來了，我再跟父親好好解釋二嬸為什麼要補償永寧伯府大姑娘。唉，我也不是不知道二房有私心，只是我膝下無子，將來侯府和爵位都會交給二房，這些事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。但二房把主意打到江氏留下的陪嫁上，不管是什麼原因，我都不會姑息。唐兒給祖母請安。唐兒，有什麼話不好對祖母說的？祖母，母親留下的陪嫁裡有幾幅名師畫作，唐兒想開庫房拿來臨摹，還望祖母批准。二姑娘才學畫幾日，就敢臨摹名師大作？我那日去文國公府賀壽，聽說翰林學士林家林夫人心疼自己的女兒，臨摹畫作時不小心打翻硯台，毀了幅名畫。我聽着時就覺得心疼。二姑娘想臨摹放，從宮中拿幾幅便宜的臨摹着玩，練畫技足夠了。這如果要是毀了也不心疼，還是別叫她糟蹋了大嫂留下的那些名畫。昨二妹妹去書房找父親，莫不是想動母親的嫁妝？父親沒同意，又來找祖母吧？長姐這話說的未免也太難聽了一些。
我只不过是想临摹母亲留下的字畫而已，又不是不還回去了，怎麼就叫动了母親的陪嫁呢？母親生前交代，那些陪嫁都給我一個人，若我不能平安長大，則送歸江家。長姐出嫁時，我主動讓出一半，現在我只不過就想借用一些字畫，長姐就要橫加阻撓。二嬸怕我糟蹋畫作，難不成將來我出嫁，母親那些陪嫁字畫都不準備給我了？我知道母親不喜歡我，也沒有必要一大早說這種話來扎我的心吧。二姑娘親事還沒定，就想着出嫁的事兒了。這是你作為一個長輩該說的話嗎？我也是心疼涵兒，都是大嫂生的，她未免也太偏心了吧。母親是很疼我，只可惜走得早，倒不像長姐得二嬸疼愛10幾年，親如母女。我只是想臨摹一下母親留下的畫而已，我不知道二嬸和長姐為何要百般阻撓。二嬸兒也是關心你。这是前些天送去永宁伯府的陪衬，侯爷命我到府里領1萬兩，到永寧伯府換回來。我被永寧伯府大姑娘推下時，受了一通風寒，侯府還要補給她1萬兩，宮中不補，二嬸就拿自己的嫁妝去補。她願意掏這筆錢，侯爺幹嘛要贖回來？這箱子裡裝的都是夫人的陪嫁。放肆！我這麼做是有苦衷的。那你說說有什麼苦衷？不是有苦衷嗎？說。娘在問你話呢。平遠侯府容不下你這吃裡扒外的人。老二，休妻！我這麼做不是為了王家。不是為了王家，那你為了什麼？祖母，二嬸她是為了我。祖母，二嬸她是為了我。還真是母女情深。跟你有什麼關係啊？那日在湖邊，永寧伯府大姑娘不是不小心把二妹妹推到湖裡，是我不小心絆倒了她，她才往前撞到了二妹妹，被二妹妹帶入了湖中。永寧伯府本來是要登門問罪的，這事兒被二嬸攔了下去。永寧伯府要我賠償她，二嬸想宮中出這個錢，可二妹妹不讓，父親不讓。二嬸本想向祖母請罪，是我怕她被祖母責罰，所以才求她從我母親留給我的1半嫁妝去賠。二嬸果然是最疼長姐的。當日二嬸說要補償永寧伯府大姑娘，只字沒提長姐，只說要我補償。還有偷拿母親的陪嫁去陪李大姑娘，拿那麼多贗品換走真跡，將來長姐帶着出嫁，沒得叫人說我們平眼無福，真假都分不清，只怕還會連累到外祖父的名聲。等等，那日我拉李大姑娘落水時，她身後並沒有人，長姐是怎麼絆倒她的？你看到長姐站在她身後了？奴婢沒看到。那要是長姐絆倒的，不可能沒有一個人看見。我也不信永寧伯府大姑娘受那麼多委屈，還替長姐遮掩，找父親永寧伯府會拿到更多的補償，父親還會心存愧疚。長姐莫不是怕將來爵位歸二房繼承，怕無人替你撐腰，不敢得罪二嬸，撒謊幫二嬸。大哥還年輕，一定會有兒子的，我也不信妍兒就找不回來了。娘，我可沒想要繼承大哥的爵位啊！你平時向着王家也就算了，你竟敢動大嫂的嫁妝，你好大的膽子啊！
你自己的嫁妆怎么又没人管？平远侯府用不着补偿永宁伯府，这钱他自己出。那些东西都拿回来了吗？二太太送去永宁伯府的东西，除了送出去的2幅字画，剩下的东西都带回来了。不过我们还欠永宁伯府5000两，送出的那2幅字画不包含在内，永宁伯不愿意要回来。父亲，您能想办法把母亲的陪嫁要回来吗？你送出去的东西，想办法给我拿回来。拿不回来，双倍赔偿。我赔。以后整个平远侯府都是我们二房，不过区1、2萬，我掏得起。再出现这樣的事，你們二房給我搬出平遠侯府。你自己的嫁妝怎麼又沒人管？平遠侯府用不着補償永寧伯府，這錢他自己出。那些東西都拿回來了嗎？二太太送去永寧伯府的東西，除了送出去的2幅字畫，剩下的東西都帶回來了。不過我們還欠永寧伯府5000兩，送出的那2幅字畫不包含在內，永寧伯不願意要回來。父親，您能想辦法把母親的陪嫁要回來嗎？你送出去的東西，想辦法給我拿回來。拿不回來，雙倍賠償。我賠。以後整個平遠侯府都是我們二房，不過區1、2萬，我掏得起。再出現這樣的事，你們二房給我搬出平遠侯府。怎麼跟我來這兒了？是對父親的處置不滿意？父親知道當日女兒到底是如何落水的嗎？難不成落水還有隱情？長姐不是不小心絆倒李大姑娘，而是她和李大姑娘合謀，要把我嫁給王大聖爺。當日府外盛傳我克夫，長姐與我一個時辰出生，不可避免受到牽連。為了破除長姐克夫的流言，二嬸想把我嫁給王大少爺，正好我與永寧伯府大姑娘有些矛盾，長姐就想借永寧伯府大姑娘的手推我下水，二嬸不敢讓永寧伯找上門來，永寧國府便趁機獅子大開口。二嬸原是想宮中出這筆錢，祖母不同意，才不得不把主意打到母親留下的陪嫁上。父親，若非親生女兒，二嬸怎麼會護長姐至此？長姐也從來沒有拿我當過親妹妹，那日在大昭寺，昌平侯世子要非禮我，也是長姐幫他將我騙過去的。算計我最狠的不是外人，而是自己人。母親還說，大哥當年走丟不是意外，是二叔設計的。這怎麼可能？你二叔絕不會害自家人。父親，你信任二叔，是因為手足情深。那我和長姐呢？他不惜給自己下藥，推我這個親妹妹入火坑。你真的相信她是我的親姐姐嗎？你真的覺得母親說她生的是龍鳳胎，是得失心瘋了？你二哥他，女兒手裡沒有證據，但二哥十有八九剛出生就被他們活埋了。孩兒，你放心，此事我一定會徹查到底。
侯爺今日召見了李嬷嬷，還派人去查當年的接生記錄，他起疑了。他查到了当年的接生婆春兰了。別慌，我已經安排了人手，一切都會萬無一失的。那沈棠怎麼辦？他可不是個省油的燈。哼，昌平侯世子是叶貴妃的親侄子，我們搭上了葉貴妃這條線，還能怕了他沈棠呢？将這封信交給昌平侯世子，到時候他自然知道該怎麼做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要害二姑娘？你還真是關心你大哥的女兒，別忘了，孩兒才是我們的親生女兒。大哥待我不薄，我怎能做出這種手足相殘、忘恩負義之事？哼！那若是侯爺知道了當年是你把他獨子弄丟，你覺得這爵位你還等得到？父親，大伯膝下無子，按理來說，爵位本來就是您的。老爺，難道說您這輩子就真的甘心做一個閒散的二了？父親，大伯每月都會去軍中糧倉巡查，他信得過你。到時候只要您支走他身邊的侍衛，再在他巡查之時放一把大火，這一切全都水到渠成。我總感覺要有事發生，是因為要見到情郎的真面目了嗎？你找打！說回來，有好幾天沒見到他敲窗戶了。我巴不得他不來了。姑娘，你看，好多花燈，姑娘也放個花燈許願吧。啊，沒興致，年年放花燈，可一次願望都沒實現。今晚沒放許願燈啊？你快放開我，讓別人看到我怎麼辦？啊！我帶你去逛花燈。不用了。不喜歡？不是，上次你送我的琉璃花燈，我給弄碎了，然後給丟。它不是碎了嗎？怎麼在你這兒？我命人已經補好了，不許再弄丟了。你要是再丟的話，我會傷心的。好了，走了，帶你去逛一逛。給。嗯。
我就知道，跟着沈二姑娘就能找到我。敢踹本世子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给我上！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别怕，有我在。对付那个女的！你敢杀我？我可是长鞭侯世子！今日我不杀你，若是你再给我找麻烦，饶不了你！爷，你受伤了。没事吧？爷不让我们扶，也得考虑一下沈二姑娘能不能扶得住呀。得赶紧给他包扎伤口。那边有个亭子。我快扶不住了。你刚刚的虚弱是装出来的。我刚救你，你就不能对我的态度好一点？怕了你了，快坐下。哎，你们不给你们主子上药吗？这个腰带怎么这么难解啊？男的都这么系腰带的吗？我还以为只有謝歸墨那个混蛋是这樣。这怎么会？是謝歸墨。这些天，我把京都所有排得上号的世家子弟都想了个遍，可唯獨沒有想你是晉陽王世子。我原本是打算上午要了金面具，怎麼就被猜出來了？你放開我！
你就这么討厭我吗？你先让你的人过来给你处理伤口。我只要你包扎。处理伤口还要挑人，活该你疼死。你坐好，我给你处理。不让我走，我就自己游出去。你是跟谁学的符水？还是说你是专门要坑我学的？你就不能听我解释2句吗？解释？前世嫁给你4年时间，就算最后1年你去边关了，3年时间1000多个日夜，不够解释的你，我到死都不止。你就是我苦等的男人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我不听。我要娶你，我是認真的，只是出了些意外。皇上和祖父讓我出去辦事，走得很急。我臨走的時候跟祖父交代了，要去平遠侯府向你提親的。可是為什麼他會搞錯，我也不知道。等到我回京的時候，滿京城都知道我和你長姐定了親。等我知道弄錯了之後，我就一直在想盡各種辦法，怎麼樣才能娶你過門。好在刺客助我替二皇子擋箭中毒。我順便想着借着沖喜，想要平遠侯府找你替嫁。可是我千算萬算，我怎麼都沒想到，泾陽王府的花轎都已經上門了，你寧願守寡都不願意嫁給我。所以，大昭寺那支下籤是你求的？是。可這些事，你前世為何不解釋？前世我背負搶嫡姐親事的罵名，你是不是也信以為真了？因為我愛慕權勢，不惜給嫡姐下藥，也要嫁給你。可是我重生了，你根本不記得前世，我能問誰？你已經解釋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嗎？你當真就這麼討厭我？好，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，問完了我就放你走。什麼問題？你總得跟我解釋一下，你怎麼看到我的傷疤就知道是我？什麼時候偷看了我洗澡？誰偷看你洗澡了？你身上的箭傷，整個京都都知道。我們王府的人都沒幾個人知道的。說了你又不信，你還問做什麼？你放我走吧。
眼线來報，平遠侯府的二房有動作了。想找死！准備一下，明日上門提親。祖母，老夫人，宫中派人傳話，葉貴妃請二姑娘進宮。祖母，我能不能不進宮？宮裡不比別的地方，說話做事一定要謹慎。臣女給葉貴妃請安。抬起頭來。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宫娘家的侄兒都敢打。貴妃娘娘在和你說話呢。娘娘是在同我說話嗎？難怪敢打昌平侯世子。沈二姑娘，這是連本宮都沒放在眼裡。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沒有聽懂娘娘剛才的話。昨天晚上與你一起逛花燈、戴面具的男子，到底是誰？臣女昨晚是出府逛花燈了，不過是和臣女的丫鬟在一起，並不是和什麼男子。事關臣女清譽，還請貴妃娘娘口下留情。知道欺騙本宮是什麼下場了？知道欺騙本宮是什麼下場了？臣女不敢。昌平侯世子昨夜被人踹下水的事情，臣女也聽說了。如果臣女真的和那戴面具的男子是一夥的，昌平侯府早把臣女抓去大理寺，嚴加審問。看來是消息有誤，本宮錯怪了你。來人，送沈二姑娘出宮。啊，這樣就結束了？葉貴妃也只是嚇唬人的主，總感覺沒那麼簡單。你怎麼走路的？撞壞父皇賜給我的瓷瓶，你幾顆腦袋夠砍？公主息怒，臣女剛剛在想葉貴妃問的事情，一時出神，無意間衝撞了公主，打碎了皇上御賜的瓷瓶。打碎父皇賜的瓷瓶？你以為你一句無意衝撞就能沒事？損壞御賜之物是死罪，臣女知道。臣女不願連累公主受皇上責罰，這就去向皇上請罪。去御書房向父皇請罪？你以為你是什麼人？父皇政務繁忙，連我都不敢去打擾他。承安公主是葉貴妃所出，皇上最疼愛的女兒，如今在葉貴妃宮前玩這麼一出，無非是想讓我招供出那位男子，可我不能招供啊！你敢殺本公主？本公主誅你九族！臣女豈敢？臣女衝撞公主，打碎了皇上御賜的瓷瓶，公主不讓臣女向皇上請罪，臣女只能以死謝罪。本宮念你並非有意打碎御賜之物，免你一死。去殿外跪3個時辰，以儆效尤。是。母妃，他打碎父皇賞的瓷瓶，還對你以死相逼，只罰他跪3個時辰，也太便宜他了。皇上駕到！皇上駕到！陛下，陛下等會。我若不來，怕是要看着這平遠侯府嫡女被逼得自盡在這貴妃宮中吧。
這是昌平侯府的密函，叶貴妃，你親自念給朕聽，朕不信你不知情。2日前花灯会上，有人大庭廣眾悍然行凶，不查不知道，這法外狂徒竟是你的親侄兒，昌平侯府世子。陛下恕罪，都怪臣妾教导无方，还望陛下开恩，再給臣妾一次機會，臣妾一定好生管教。我看就沒有這個必要了。不要！爹，陛下，臣今日巡查軍中糧倉，不遭背後手刀昏迷過去，再醒來時，糧倉竟然着火。好在泾陽王世子及時趕到，率兵拼命救火，否則軍糧恐盡城灰燼，臣再也見不到陛下了。愛卿快快請起，謝陛下。陛下，這縱火主謀，臣帶回來了。救我！姑姑救我！姑姑！陛下，他可是您的親侄子，陛下開恩了！才人，刺殺朝臣之女，就以其罪當誅，現在還火燒軍糧，簡直無法無天！再這樣驕縱下去，豈不是要禍亂朝綱？傳旨，葉貴妃貶為庶人，永求冷宮。昌平侯世子即可斬首示眾。哼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原皇儿夫人才是幕後主使啊！皇上，帶走。是。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唐儿，快起來！唐兒，此事你覺得二房是否參與？父親是否查清了當年的真相？已經查到了接生的婆子了。恐怕他們是想殺了父親。放肆！這簪子襯得我涵兒越發標致了。那是當然，只不過那個沈棠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死期將至。那個賤種早就該死，現在他父親沒了，我們多的是手段折磨他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老爺，毛毛躁躁的像什麼樣子？難不成那場火沒把沈隨燒死？該死的泾陽王世子，他竟然暗自守在外面，壞了我們的好事。大哥非但沒有被燒死，反而昌平侯世子還被他們給抓走了。什麼？就連葉貴妃也因此事受到了牽連。怎麼會這樣？那我們怎麼辦？不行，我估計大哥很快就會查到咱們的頭上了。我們得趕緊的帶孩兒逃走。母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不是說計劃萬無一失的嗎？別慌，咱們先把之前的東西收起來，然後馬上從後門走。快！二嬸臣這是要去哪兒啊？二嬸臣這是要去哪兒啊？我們能去哪兒啊？我們正準備去給老夫人請安。請安？我看是請罪比較好。坑害同族，謀殺家族，按照家法，
其罪當誅。逆子逆女，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，家法不足以惩治，随儿将他们3人押入大牢，听候处置。老二，你与我本是血脉相连，为何要走到这一步啊？大哥，看在你我一母同胞的份上，求求你放过弟弟这一次吧！都是他，挑唆怂恿的。谢善的，好啊你！你们一家人，你们2兄弟，若真是手足情深，若真无意爵位，岂能是我那怂恿挑唆得了的？你，怎么？我是你嫡妻的孙女啊，不是最疼我的吗？堂儿把你当亲姐姐对待，你却伙同他人3番5次辱他清白，害他性命，你死不足惜！哼，还等什么？拖下去，带走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这下府里总该消停了。听说二夫人和大姑娘每天哭得可惨了，那是他们活该。还有晋阳王世子，听说他去给夫人坟前烧纸去了。他又在搞什么？你什么你？我又不是第一次这样进来了，有必要这么惊讶吗？听说你去我娘坟前烧纸了，为什么？我求你娘给你托梦，让你嫁给我。以后不要再给我娘烧纸了。不管用？托梦的事情是我凭空捏造的。凭空捏造？那你得跟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？还是说，是为我好啊？如果我说我已经嫁过你1次了，你信吗？如果我说我已经嫁过你1次了，你信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前世。我嫁过你1次，也死过1次了。前世你为了救二皇子，昏迷不醒，需要冲洗，沈寒害怕嫁给你之后要守寡，就算计我替嫁。可是我嫁给你的当天晚上，你就醒了。你嫁给我，我待你不好吗？你欺负我，天天都欺负我。床上欺负可不算欺负啊。不是在床上。我嫁给你4年，我们就同房过1次，而且那一次你还差点死了。你说我要是嫁给你了，你能接受我们没有夫妻之实吗？你放弃吧。我只是不能碰你。你能不能碰别人我不知道。我嫁给你4年，头3年你没有纳妾，最后1年你去了战场，大破敌军，被登基为帝的二皇子和沈寒联手，在我给你绣的荷包里面下了毒，毒气侵身，死在回京的途中。沈寒让我陪你上路，在你晋阳王府的柴房里绞死了或许你还不信我，那本你找了许久的孤本兵书，其实并没有丢，只是卡在了你书房柜子的背后。
真是也找了許久的那本兵書。這說明沈二姑娘說的確有其事。她不嫁給爺您，是為了您好。那更要去他，彌補他前世受的苦。替我準備聘礼，明日我要去侯府下聘。是。母亲，晋阳王世子把皇库特供的云锦都搬过来了。天哪，奴婢没有眼花吧？那是西域进贡的和田玉，这个是鎏金嵌宝凤冠，姑娘快看呐！之前退婚泾阳王府，我还担心委屈了堂儿，今儿看来呀，老天爺都在牽線呢。是啊，世子不僅救我性命，還如此看重堂兒，這門親事我同意了。不，我不嫁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白天的时候都已经给你爹聘礼了，你为何還是不願意嫁給我？前世差不多就是這情形，他被氣得失去理智，然後強吻我，最後失控圓房，差點沒命。你冷靜點啊！你不能碰我！為什麼？親我，你會得紅疹，然後渾身發癢。怎麼說的，好像你有毒一樣。那是你的問題，不賴我。那別人親你就不會有事了？當然。今生吻過你眉目，是我的救贖。別哭，我管你手心紋路，風雪不冷酷。想死，別帶上我。我前世和你同房都沒死，如今我只是親你一下，難道就會沒命了？你當真要和我成親啊？我不管什麼前世今生，我只知道以後沒有你的話，我一刻都不想活。那我要你把上輩子欠的全都明日城門外，任誰來刀山火海？世人說什麼